发动机遭加拿大断供后，新州700意外现身西非，国产航发关键时刻顶上，这意味着什么？新州700的新发动机又是哪款型号呢？众所周知，航空制造业被誉为一个国家工业的皇冠，因为极其复杂的工序，因此只有少数国家能承担起。而中国作为近年来兴起的制造业大国，想要得到外界的认同，就必须在航空制造业上有所作为。目前，外界持续关注着 C919 客机今年交付计划能否顺利。同时，支线客机 ARJ21 不久前的出口印尼的消息，也无疑给中国航空制造业注入一股强心剂。另外，与俄罗斯合作的 CR929 客机，在欧盟制裁俄罗斯的环境下，也加快了研发进度。但是相比之下，与 C919、CR919、ARJ21 共同被称为中国民用航空两干两支的新州700，最近却鲜有耳闻。新州700的定位是800公里以内中等运量市场航空运输业务。因为有着新州60与新州600这两款低中端支线客机作为基础，新州700的定义就是高端支线客机，并且考虑到中国国内多地形情况，新州700的设计时速达到637公里，并且能实现短距起降，以适应复杂的高原与山地环境。可以说，新州700就是要填补中国民航领域的一大空白，其意义不容忽视。然而，原定于2020年首飞的新州700，在遭遇加拿大断供发动机后，便从此沉寂下去。不少人担忧新州700是否是受到断供事件的影响而彻底一蹶不振了。但是不久前，一张来自西安阎良飞机制造厂内的卫星照片却给出了另一个答案。在卫星照片中，一架轰6轰炸机旁边还停着另一架飞机，而这架飞机便是新州700。值得注意的是，这架新州700完整安装了航空发动机，在加拿大断供的情况下，这台发动机很显然是国产发动机。因此，这张照片也透露出一个信息：新州700的发动机问题有可能已经解决了。对于新州700而言，发动机就是其完成首飞的最后一步，也是最关键一步。而新州700航空发动机的命脉，此前一直被掐在加拿大人的手里。由于加拿大单方面的禁令，新州700发动机一度遭遇断供危机，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2017年，新州700的制造商中航工业与普惠公司旗下的普惠加拿大分公司达成合作协议，普惠加拿大将为新州700客机提供 PW150C 涡桨发动机作为新州700的动力系统，该合同价值30亿美元。按照计划，2018年普惠加拿大公司就要向中国企业交付首批 PW150C 涡桨发动机。然而在这一年，当普惠加拿大向加拿大有关部门申请出口许可证时，加拿大当局却迟迟不肯批准向中国出口 PW150C 涡桨发动机，一直到今天也没有下文了。可以说，最坏的情况就是这笔交易会被无限期拖延下去。而如今也早就过了中国官方确定新州700在2020年年底首飞的时间，可以说加拿大当局有意在航空发动机上给中国卡脖子，而加拿大这么做无疑就是在配合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2018年3月，特朗普正式打响对中国贸易战的第一枪。同一年，加拿大政府闻风而动，非法逮捕了华为高管孟晚舟。也正是在同一年，加拿大当局对中国进行发动机断供。然而加拿大人的做法可谓是损人不利己，毕竟扣押了中国发动机，自己也赚不到这30亿美元。讽刺的是，就在前一年，美国政府以不正当竞争为由制裁加拿大庞巴迪，直到今天庞巴迪已经贱卖给欧洲空客之后，可以说中加之间都不存在支线客机竞争关系。因此可以判断，加拿大政府对中国断供 PW150C 发动机完全就是在美国政府的授意下进行的。这事儿其实还得看美国人的脸色，因为波音在收纳巴西航空的支线客机业务后，也着手研发新型涡桨支线客机，与新州700存在竞争关系。发动机的断供对新州700也是重大打击。截至2018年，已有国内外11家客户签订了共285架新州700的意向订单，包括尼泊尔、巴基斯坦、巴林、南非等国家的航空公司。如果新州700一再推迟，这些订单大概率是要凉。这对于整个新州700产业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整个产业都可能将推倒重来。不过去年有消息指出，新州700客机在去年9月末完成了首飞测试，并且在接下来的珠海航展中再次达成200架的交易。
而最近曝光的卫星图似乎验证了这个说法。那么星舟700又是如何解决发动机断供的问题呢？从星舟700的动作来看，相信在断供事件发生时，这个方面就已经有了备用方案。星舟700首架就是在西非建造的，而此次西非出现的星舟700新型发动机，可能与西非也有一定的关系。关键时刻，国产航发顶住压力，为星舟700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提起中国的国产涡桨发动机，很多人可能会想到涡桨6发动机。这款发动机是由上世纪60年代西非委托株洲航空发动机厂专门为运8运输机研发的一款涡桨发动机。不仅如此，涡桨6发动机还曾用于1218旅客机，证明其有改造民用飞机发动机的潜力。当然，原版的涡桨6发动机其3000千瓦的功率远不及 PW150C 发动机，而且涡桨6缺点也很多，功率不足、油耗太大、维修周期太短，都使它不适合作为客运使用。因此，星舟700直接用涡桨6发动机其实并不现实。不过，在2020年有一篇报道称，涡桨6正在研发一种新型号，名为涡桨6C 发动机，作为中国未来舰载预警机空警600的专用发动机。而如果在此基础上进行民用升级，可能也可以供给星舟700这样的民航客机。不过，即使有涡桨6C 作为基础，仅靠3年时间将其改进为与 PW150C 发动机相当的航空发动机，并不现实。那么，星舟700上的神秘国产发动机究竟是什么呢？有人提到，在几年前，中国就开发一款民用级别的涡桨发动机，名为 AEP500。根据数据 ，AEP500 涡桨发动机的功率达到了5000千瓦，与 PW150C 发动机相当。而且，作为中国自主创新研制的涡桨发动机，AEP500 涡桨发动机的研发进度也是相当喜人。2018年，也就是 PW150C 发动机被扣押的那一年，中国航发官网宣布，其自主研发的 AEP500 民用涡桨发动机首台核心机已经通过转速测试，并且实现了100%设计转速，证明其工作状态的稳定。从官方有意发出消息来看，恐怕在那个时候，中国企业就已经启动了 AEP500 发动机取代 PW150C 发动机的备选方案。2019年珠海航展上 ，AEP500 发动机首次对外公开展出，证明这款发动机的设计已经进入到尾声。AEP500 发动机的问世，对于星舟700乃至整个中国民航业来说，都是具有相当意义的一件事儿。因为它的出现，宣布西方对中国涡桨发动机断供的失败，让加拿大机关算尽，却做了赔本买卖。对于中国来说，随着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加深，星舟700发动机遭断供一事并非个例。比如，美国就已经对出口中国的高端芯片以及制造芯片的光刻机下达禁令。对于中国而言，今后类似的考验只会越来越多，中国需要有更多的智慧来应对这样的考验。